大家好，我是大熊。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中南部有一座名叫艾达的小城，这里人口不多，生活节奏缓慢，正直和纯洁是人们公开奉行的美德，而信仰与秩序则构成了整个城市的灵魂。在这样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方，有一个家庭几乎是整个社区的典范，他们就是本期的主人公大卫和克里斯蒂。这对夫妻已经结婚30多年，他们共同侍奉上帝，用行动向所有人展示着一段完美的圣洁的婚姻。然而，即便是在最虔诚的地方，也会有秘密滋生，所有完美的表象终将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面临致命的考验。2021年3月22日凌晨1点，艾达市警局接到一通急切的报警电话，来电者是47岁的克里斯蒂。他向接警员报告称，有人潜入他们家，开枪射伤了大卫。他不清楚凶手是否已经离开，非常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接到报案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大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鲜血从口鼻中流出，已经停止了呼吸和心跳。他死于近距离头部中枪，尸体仍有余温，显然是在报案前不久刚刚遭到枪击。对于艾达这样的小城市来说，凶杀案本就令人感到震惊，而这起案件更是非同寻常，因为受害者大卫并不是普通人，他是和谐自由意志教会的牧师，也是当地许多民众的重要精神领袖。一个站在讲台上宣扬爱与救赎的人，为何会遭到如此残忍的处决？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警方必须要先弄清大卫和克里斯蒂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对年轻的夫妻成长为当地知名的宗教人物。大卫出生于1970年，成长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县，他是家里6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由于年长的哥哥患有脑瘫，母亲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哥哥身上，这使得童年时期的大卫获得了相当自由的成长空间，也让他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大约在18岁那年，大卫家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罗兰镇，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现在的妻子克里斯蒂。克里斯蒂比大卫小3岁，来自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两人大约在1991年开始交往，短短3个月后便很快在当地结为夫妻。那年克里斯蒂才刚满18岁，是个刚刚毕业的高中生，而大卫也不是如今温文尔雅的牧师形象，更像是一个典型的不良青年，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着破洞的牛仔裤，一天到晚泡在酒吧，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过婚姻让大卫变得成熟了许多，尤其是在成为父亲后，他更是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在接下来的15年里，大卫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做过护士，也当过销售，但真正的职业转折点是在他接手了一家小型圣经书店之后。在经营书店期间，大卫经常与前来购物的牧师和执事交流，听他们讲教会的故事以及如何帮助别人。渐渐的，大卫对宗教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他在2007年取得了牧师执照，并开始在和谐自由意志教会担任助理牧师。克里斯蒂一直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每当大卫讲道时，他总会带领大家唱赞美诗，还会帮忙照顾前来礼拜的孩子。正是这份共同的付出，让他们在教会中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到了2015年，大卫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他被任命为和谐自由意志教会的首席牧师，也就是教会的核心领导者，在教义传达、讲道内容、教会方向和日常管理上拥有很高的权力和影响力。然而，这次任命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大卫与前任首席牧师不同，他更倾向于现代的讲道方式，经常讨论他认为重要的内容，尤其是一些敏感的话题，比如堕胎、饮酒以及性行为。一小部分会众并不喜欢他带来的改变，更希望教会保持传统的讲道方式，所以大卫不可避免地站在了这部分人的对立面。自从成为首席牧师以来，他经常会受到这部分人的批评，甚至还收到了死亡威胁。They wanted an old style of preaching, and my dad was more moderate in preaching. There are some things in church that you have to just talk about.
it does make people uncomfortable, like abortion, like other sins, drinking and stuff like that. My dad would preach what he felt like was needed to be told. 起初，爱达市的警探认为大卫很可能遭到了某个心怀不满的信众报复，并打算沿着这一方向展开调查。然而，爱达市的警局局长很快叫停了调查，原因正如之前所说，大卫是声望颇高的牧师，在当地拥有很多追随者，其中就包括警局的警员和警探，他们中很多人都认识大卫和克里斯蒂。局长担心这种私人关系可能会导致调查人员忽略一些关键的细节。事实证明，局长的判断非常准确。当本案移交给州警局后，州警局的警探很快就发现了问题。首先，克里斯蒂曾向出警的警员表示，他在事发时并未完全睡着，但他却没有听到有人闯入的声音，这一点有些不太符合常理。 Tell me again exactly what happened.I was kind of in and out of sleep. I haven't really been fully asleep, but What time did you go to bed? About 8:30, 9:00. We've been in the bed since we got home from church. Oh my god. 其次，克里斯蒂还表示自己是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后才发现大卫中枪，并且听到他发出了低沉的濒死喘息声。但是从科学角度来看，在卧室这样相对密闭的环境中开枪，枪声会被墙壁反射叠加，产生约150至170分贝的冲击音。如此大的声响会导致人瞬间耳鸣或听力受损，所以正常情况下，克里斯蒂不太可能立即听到大卫的喘息声。I just heard this pop, this loud pop sound. It startled me, so I sat up and I was like, "Do you hear that?"And then he made this gurgling noise, and I was like, David. I looked at him, and he's bleeding out his mouth and his nose, and he had a hole in his head. 当然，最让警方怀疑的是，克里斯蒂声称在听到枪响后，他迅速朝着门口追了出去。他看到原本上锁的后门被打开了，认为凶手可能是从后门进入的房间。然而，事后警方对整个住所进行了全面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闯入的痕迹，这与他的说法明显不符。总的来说，警方已经对克里斯蒂产生怀疑，但由于现场没有凶器，也没有任何指向凶手的证据，他们还无法确定克里斯蒂到底在本案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了寻找新的突破，警方展开了繁琐的走访工作。正是这种最传统的调查方式带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原来，大卫在遇害前一天刚刚从墨西哥回国，多位邻居注意到，在他出差的一周里，一辆可疑的白色野马车一直停在他家门口。根据邻居家监控拍到的车牌，警方很快确认了车主名叫卡里尔，一位有着多次暴力犯罪前科的26岁男子。很明显，卡里尔的汽车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大卫家门口，而且还是在他出国传教期间。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卡里尔可能与克里斯蒂存在某种秘密关系。然而，尽管警方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仍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当被问及两人的关系时，克里斯蒂很快爆出猛料，表示他和大卫是开放式夫妻，两人经常在城外与其他男男女女发生亲密关系，而卡里尔实际上就是大卫给他招募的男伴。克里斯蒂表示，大卫在案发3个月前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卡里尔，他们一共进行过2次亲密活动，第一次是在摩尔市的某个驱车旅店，第二次则是在俄克拉荷马城。这2次活动全都由大卫组织发起，并且当时他也都在现场。按照原本的游戏规则，2次活动过后，通常他们就会再找其他人，因为大卫身份特殊，担心与同一个人接触太久可能会泄露隐私。但卡里尔比较特殊，克里斯蒂对他各个方面都很满意，并不想就此失去联系。于是在最后一次活动结束后，克里斯蒂偷偷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从那以后，两人便开始秘密联系，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去城外的旅店私会。事发前一周，大卫因工作需要前往了墨西哥，而克里斯蒂则利用这个机会让卡里尔搬到了家里。这也是为什么邻居们会在他们家门口看到卡里尔的汽车。克里斯蒂声称，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节省一笔开房费用，最初有所隐瞒，也只是为了维护大卫的形象，并没有其他目的。
审问结束后，警方很快让克里斯蒂离开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排除他的嫌疑，只是警方还没有掌握证据，打算将突破口放在卡里尔身上。然而，正当他们准备追查卡里尔的下落时，克里斯蒂不知是受到了女儿的劝说，还是感受到了警方的调查压力。很快，他便通过女儿联系了办案警探，要求再进行一次对话。这次他很快改变说法，一开始就承认是他要求卡里尔杀死了大卫。根据克里斯蒂的说法，大卫经常对他进行言语辱骂和精神控制。他们之所以进入所谓的开放生活，并非克里斯蒂的选择，而是因为大卫的病态欲望。他喜欢旁观克里斯蒂与他人亲密互动，并且组织了100多次类似的活动。每当克里斯蒂提出拒绝，大卫总会恶语相向，贬低他的人格，嘲笑他的身材，甚至还会威胁伤害他们的孩子。克里斯蒂感觉自己已经被牢牢控制了，他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但又不敢离开，担心孩子们受到伤害，所以他认为只有杀死大卫才能彻底解脱。事发前1周，大卫因工作前往了国外，而克里斯蒂也有了与情人卡里尔短暂同居的机会。正是在这段时间，他设法说服了卡里尔。等到大卫回家后，两人按照事先约定，共同实施了谋杀。I knew that if I wanted to have any kind of peace with God, that I needed to turn myself in or make some kind of right out of what had been wrong. The main catalyst, I guess, for me turning myself in was my family, and they loved me and they supported me, and just the guilt was overwhelming. David loved us as much as he could love anything. I think his view of love and what that was warped. It wasn't love, but it was what David knew as love. If something wasn't done, maybe his pants weren't washed, he would yell at me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all day? Why can't you get this stuff done? David name called a lot, stupid, idiot, and then it graduated to cuss words and slut and whore and you like to sleep around. 虽然克里斯蒂将自己描述为胁迫性控制的受害者，声称杀死大卫只是为了逃离痛苦、重获自由的极端选择，但警方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克里斯蒂从未对大卫提出指控，也没有向家人或朋友寻求帮助。他具备独立的经济和充分的活动自由，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离开大卫，根本不需要采取极端手段。所以在警方看来，克里斯蒂的这番说辞更像是一种博取同情、争取减刑的策略，而非真正的作案动机。 I've been a domestic violence prosecutor for over 20 years now. The issues that we had with Christy asserting that as some form of mitigation for her actions was that she didn't fall into the pattern of what we usually see. Number one, she had a job, so she had her own debit card, and she had coworkers that she could reach out to. However, I certainly don't condone anything that David Evans did. 克里斯蒂认罪后，警方很快逮捕了他的情人卡里尔。在证据面前，卡里尔最终承认了枪杀大卫的事实，但坚称自己只是受到了克里斯蒂的蛊惑和利用。卡里尔表示，在两人同居的1周里，克里斯蒂一直在不断向他灌输谋杀大卫的好处。其中最具诱惑的是，大卫名下有一份价值25万美元的意外保险。克里斯蒂向卡里尔承诺，只要他帮忙杀死大卫，就能获得16万美元的报酬，外加一部全新的皮卡车。卡里尔强调，整个计划完全由克里斯蒂主导，甚至连最后开枪也是在他再三催促下完成的。因为当时卡里尔非常紧张，站在床前迟迟下不了手。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克里斯蒂果断接管了局面。他告诉卡里尔，你必须这样做，别犹豫了，快点开枪。卡里尔当时感觉自己已经无路可退，担心如果大卫醒来，他将无法收场。于是在克里斯蒂的再三催促下，他最终扣动了扳机。然而事后他才知道，克里斯蒂提前给大卫服用了安眠药，那时的大卫根本不可能醒过来。虽然卡里尔所说的经过不一定全都是事实，但克里斯蒂操纵他犯罪的说法基本没有问题。因为克里斯蒂在被关押期间曾给卡里尔和其他男性写过一些露骨的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是这样说的：我的床上功夫太好了，任何男人都会为了我杀了我的丈夫。在另一封信中，他还提到应该在犯罪前多关注一些真实犯罪节目，
意思是如果他再小心一点，就可以避免被抓。Letters where she's bragging about her sexual prowess. She says, I'm so good in bed that any man would have killed my husband. One of the letters, she says, I guess I should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Dateline episodes. And, basically saying that then she wouldn't have been caught. Now that sounds like a woman who's full of contrition, doesn't it? 2022年8月10日，案发1年后，本案开庭审理，最终克里斯蒂和卡利尔均被判处1级谋杀罪，获刑25年至终身监禁。I feel like a lot of it, they made my dad to be this monster, but he wasn't like that all the time. When he was good, he was what a father should be. But no matter how wrong that they did, I still love them. They're still my parents.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雄，下期见。